看能不能停下。我本来想把钱包锁在更衣室里的，但是更衣室有点难了，一直在里边，感觉好可疑啊。你说来大阪最应该吃的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大阪炸串。哦，这长不长？剪个头发。好不容易这边是有点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洋洋。其实，在日本，我有一个地方特别想去，那就是日本的胶囊酒店。想象一下，所有人像鸽子一样被关在一个一个的小格子里，按道理说，这种体验不会是太好的。但是很神奇的是，这种酒店反而在日本都是评价颇高的。我是觉得这种关在小壳子里，感觉特别像哆啦 A 梦被关进衣橱的感觉，所以一直很想去体验一下。今天我就订了一家这种格子式的酒店，咱们今天就去体验一下这种格子式的酒店，到底是让人更有安全感呢，还是憋屈的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，让人很难受？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胶囊酒店。予約してる、リュウです。はい、こちら恐れ入りますが、お名前、ご住所、こちらご一読だけ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鍵で、ロッカーがこの奥に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还有衣服呢。我操，放不进去啊！すみません、やっぱ入れなかったです。こちら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はい。また荷物必要な時、そのカードをフロントに。啊，わかりました。OK， 咱们上去看看。这里。哎呦，这个酒店在网上订的是2300多日元。啊，这还有个电视，挺宽敞的，看，这么大呢。啊，是电视的电源，但现在用不了。哎，这没用啊。还有什么逃生指南？真的，这个是给你洗澡的，没必要拿进来。这个应该放小柜里就行。里边是什么？黄豆、绿豆枕头。这电源给的啊，它浴室是从下午3点到早上9点45都可以用。咱们趁晚上没人的时候，再晚一点偷偷的进去拍一下，看看这边的浴室怎么样。它这边还写的有3温暖呢，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要好哎。看它这个被还是挺干净的。这上面有一个防火的，该说不说日本人这个防范意识还是很强的，灾难多发国嘛，所以他们很谨慎。你看这有逃生通道。我小时候学日语的时候，老师说过，日本人不管去哪里，商场呀什么的，第一个先看的就是这个逃生指南，发臭的东西不能在这里边，也不让这边吃东西。所以说进来也没什么异味。有个镜子，这还有个，这不知道干嘛的，起不来，要需要拽一下。我猜的啊，不知道这干嘛的，这也不知道干嘛的。你说挂钩吧，它也不是个钩，莫名其妙的。你看，一整个就是很安静，明明住了很多人，感觉像没有人似的。接下来咱们去外边找点吃的，吃点东西，然后回来把衣服换上，看看咱们这给的衣服、送的衣服怎么样，挺好的，还送你睡衣呢，没想到呀。然后咱们趁晚上，要是人少的话，咱们就去浴室；不是人少的话，要是没人的话，拍一下咱们浴室。哎，出来了，里边实在是有一点太安静了。安静到一张纸，你在折它的时候，你就感觉是有点吵。话说2300住酒店，咱别说酒店的环境怎么样，就是它在这个新斋桥这个位置，我觉得都值回票价了。可惜的是，它这2300的价格是它网上的特价，实际到店可能比这个贵一些。
如果他是天天2300，那租下来放个包什么的也划算呀。因为在日本租这种大的投币箱都需要1000块到1500块，所以说你2000多块钱就能住一个酒店，不仅是放包解决了，而且你还能睡觉，这简直太划算了。目前来说，我是挺满意的，不知道。完了，踩个狗屎运。目前来说，我还是挺满意的，不知道接下来睡觉会是什么效果。哦，这边应该是鸭店的区域，照片仅供参考。这条街全是这种，看，这里感觉就太像新宿了，感觉跟新宿一模一样。大阪有一个特色是女生拉客特别多，而且女生拉客特别豪放，就直接就喊你拽你，喊得特别热情。东京的女生拉客的话，她就这么哎你好什么的，然后就说2句，哎呀来找我喝酒呀什么的，就很温柔的那种。大阪女生是啊来快来，你看看这是啥？所以我觉得大阪女生的性格都是那种活泼开朗的、大大咧咧的。东京女生就是文文弱弱、小家碧玉的，表面上很热情，内心的很高傲。喝醉酒拉拉手，酒醒还是好朋友。这个 BB Box 不知道为什么听着让人觉得有点恶心，你们有没有同感？这边感觉全是喝酒的地方，没什么吃的呀。其实我想找一个大阪炸串的。你说来大阪最应该吃的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大阪炸串，日语叫苦西卡斯。我觉得来大阪什么都可以不吃，但是苦西卡斯必须要吃一下。第二个必须要吃的是什么？那就必须得是大阪烧了。我觉得这2样必须得是来大阪必须要吃一下的。是店的这边，哎，这里。太夸张了，大保健一样。哦，长不长？看这个长度，这一圈1800，你不觉得值吗？拍个封面照吧。啊，哇，虾肉特别紧实，特别硬，虾真的挺大的，不是面多啊，有点酱，尝一下。吃的好狼狈啊！原葱酱，它这个虾不是一个虾，是用一堆虾给它拼凑起来的。真爽啊！就是吃的有点费嘴。拿个手算了，这块有一个缺点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你吃到后面的时候，你撸串你要撸这么长，才能把最后一个撸上来。他说有2种吃法，第一种吃法是用它的塔类，还有一种吃法是可以蘸盐吃。先吃个暗示蛋。再尝尝盐的。它炸的外酥里特别嫩，把温度炸得很里边。他家这个炸串属于那种面裹的特别少的，薄皮儿大馅儿，反而裹满了酱汁。猪里脊这个好吃，大猪肉给你一口爆汁，还是多蘸点汁比较好吃。一口小章鱼，炸狮子糖，这个是日本的小辣椒，不怎么辣。我特别喜欢日本的这个小辣椒，哇，这炸奶酪是最好吃的，我觉得。扇贝。扇贝一口爆汁又鲜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马上快过年了，干杯！发现了个问题，兄弟们，你看有个头发，能看见吗？在这儿，跟他说一下吧，看看日本人遇到这种情况作何反应。他被打倒死了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すいません。看看他怎么处理啊，为难一下他。
哎呀，他不会是要再给我炸一顿吧？他就这么拿走了，没有下文啊？道不道歉？我忘了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ちょっと1本分だけ減ら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啊，嗨，すみません。那申し訳ないです。嗨。ごめんなさい。他的处理方式就是给我点了一堆串里面，其中一个串给他取消了，就算是一个小小的赔偿，4880元。然后其中最贵的就是那个世界超级无敌长的炸虾串，一个炸虾串就是1800元。好了，酒足饭饱，接下来我们回酒店吧。接下来换个衣服，看看能不能去大澡堂子里拍一下。走吧。我本来想把钱包锁在更衣室里的，但是更衣室里为难了，衣饰在里边，感觉好可疑啊，我有点不敢放，还是拿着吧。出门在外，安全第一，麻烦点就麻烦点吧。这边还有个泡泡浴。这边有个3温暖，它这水刚刚好，不冷不热。泡泡浴这边水有点凉，但是这个小泡泡打在你身上，感觉还挺舒服的。哎，能不能听见？不过没事，我戴了耳机了，耳机一戴，音乐一放，应该就听不着了。不过它这衣服倒是挺好的，还挺热的，但是也没有换气。我在想，咱晚上吃的这个炸串也没吃主食啊，要不咱们就干个泡面吧。现在是2点44，我竟然不困了。哎呀，这个飘溜飘的，感觉自己的生活作息全都乱了，几点睡觉的时候都有。关键3点我还在录视频呢，是不是啊？这属于半夜凌晨3点还在工作呢，我有点觉得我自己太拼了，真的是流浪加修行。晚安，兄弟们，明早见。昨天应该是太困了，属于是倒头就睡了，就也睡挺好。好，咱们成功的体验了一下日本的胶囊酒店。咱们按优缺点来讲一下吧。首先就是价格极其的便宜，房间干净卫生无异味。虽然是没有锁没有门，但是我觉得私密性还是很强的吧，我觉得算一个优点。然后温度不冷不热的，我觉得温度很合适，算一个优点。然后还有一个很强势的优点，是因为它有一个像是温泉式的大澡堂子，这算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了。5大优点，咱们再来看看什么缺点。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房间没有锁，小柜的锁也是有一点很简易的，也可能是因为那个人站在那儿很可疑的原因吧。如果没有那个人站在那儿，我可能就把钱包什么的都放里边了。缺点2，又安静又吵，不让大家玩手机，不让大家做出噪音来，整个房间好像是很安静似的，但是你又会听见有人打呼噜呀，有人走来走去呀，甚至我半夜去吃泡面的时候，半夜3点啊，店员在那儿拿吸尘器在那儿吸地呢，吸地毯，就在睡觉的那个边上。你想想这个噪音是有多大？还好我是那种倒头就睡，耳机一戴倒头就睡的这种啊，不然如果说神经衰弱这种睡眠不好的人，必须要特别安静才能睡觉的人，我觉得根本就睡不着。然后第3个缺点，我觉得是有一点闷，尤其是把灯关了以后，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因为关了灯突然注意到这些东西了，反正就是关了灯以后会感觉到有点闷，它没有换气。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必须是早上10点 check out， 这个对于正常人来说，我觉得是有点太早了，因为早上起来就急急忙忙的，我想洗个澡都没时间洗。这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大的缺点的。10点check out有点太早了吧？我觉得就是这么5大优点4大缺点，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如果以5分为满分的话，我能给它打到3.5分。但是大家想一想啊，它这个价格极其的便宜啊，2300多块钱，也有可能是我抢到特价的原因啊。大家知不知道日本的最强最便宜酒店就是那个脏兮兮的、特别出名的，被YouTube 和抖音博主拍烂了的那个3和酒店？那个是号称日本最便宜的酒店了，脏成那样，
5500块钱，咱们住这个酒店2300块钱，只差800块钱，干净卫生又能洗澡。我觉得按照极度性价比的这个条件，我觉得还可以给这个酒店加一点分，甚至可以达到4.0分。怪不得说这种胶囊酒店评价都是这么高呢，还是有它的原因的。经济实惠又可以洗澡，地理位置还好，我觉得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酒店了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你的一点点支持就是我持续更新下去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